大家好，这里是不腐的囡囡。今天给带来一部芬兰的同性电影《爱砸了》。男主米库是个高中宅男，他长相高大帅气，但性格害羞内敛，不敢表达自己，也不敢追女孩，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。眼看夏天到了，爸爸妈妈出门度假去了，整天搞怪又爱玩的哥哥散步，原本假装在外打工，趁着爸妈不在家又偷溜了回来。看弟弟情场失意，哥哥便提议在家里开一场狂欢派对，让米库把高中同学，特别是他喜欢的女孩桑娜邀请过来，给两人创造机会。派对如期进行，一群年轻人在激昂的 DJ 声中尽情释放着躁动，散发活力和热情。桑娜也应邀而来，米库把桑娜带到自己房间，没想桑娜竟非常主动，害羞的米库犹豫了几番，亲吻下来。他以没有套套为由拒绝了桑娜。事实上，米库是因为自己还没想清楚到底想要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桑娜才拒绝的。但开放的桑娜并不在意这些，她只要好好的享受现在就可以了。第二天，提前回到家的爸爸妈妈眼看一片狼藉，酒瓶到处飞，墙上乱涂乱画，遍地都是呕吐物遍地，简直就像家中被拆了一般。火爆脾气的妈妈顿时气炸了，妈妈以为都是米库的所作所为，气得把米库手机给扔了，并把他赶到乡间小屋暂住作为惩戒。乡间小屋外，妈妈享受着宁静，有时睡正的爸爸则是去到哪里就睡到哪里，心情郁闷的米库又无人可以倾诉。正在这时，一位同龄的邻居过来跟他们打了招呼，男孩名叫伊莱亚斯。他热情好客的妈妈叫伊莱亚斯来邀请米库一家去烧烤。当从伊莱亚斯的妈妈口中得知他还有一个女儿时，米库妈妈开始有意撮合起自己的儿子和他的女儿。米库看妈妈给自己找对象，感到很无奈。还好有个同龄人伊莱亚斯可以陪米库聊聊天。玩世不恭的伊莱亚斯是个被父母以自由主义养大的孩子，也是个情场浪子。他主动邀请米库出去玩，一起去钓鱼。米库郁闷的心情总算得到了缓解。他们两个人在草丛里背着大人们抽起烟。米库打算带伊莱亚斯去酒吧喝酒。伊莱亚斯问米库要电话号码，方便以后约着出去玩。米库想起被妈妈扔掉的手机，又不好意思说，便谎称自己电话坏了。谁知伊莱亚斯十分大方地把自己的手机给了米库。晚上，米库躺在床上翻看手机的相册，里面全是伊莱亚斯的照片。他对这个个性张扬的男孩充满了好奇，看着看着，他对着一张伊莱亚斯的裸照出了神，一时色心上了头。米库把照片放大，把手伸到腰下，对着手机自嗨了起来。这一幕被忽然闯进门的妈妈撞见了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在门外偷笑的妈妈还不忘调侃米库，看来儿子确实是长大了。被妈妈撞见糗事，羞涩的米库躲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就在这时，轰隆轰隆声响起，伊莱亚斯开着他的小快艇来接米库去玩。米库很高兴地答应了。看着伊莱亚斯忙活时健硕的身躯鼓起了小肌肉，米库不自觉地感到心神荡漾。两人来到露天酒吧喝酒。未成年的米库一直被妈妈管着，他很久没有喝酒了，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大口大口地畅饮。在酒吧中，伊莱亚斯说起疯狂派对的事。看着眼前这个外表腼腆内心疯狂的男孩，伊莱亚斯对米库也十分感兴趣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米库还说了不少自己的童年往事。当提起初夜时，米库不愿讨论这个话题，但两人谈天说地，感情也增进了不少。兴奋之际，两人喝了不少酒。伊莱亚斯想拿点水来解酒，却突然看见了米库的妈妈，吓得他扭头就走，赶紧回去告诉米库。当米库知道脾气暴躁的妈妈居然也在这里，自己被他发现喝酒肯定会被揍一顿的，
米库吓得把酒都吐出来了。没办法，两人只好偷偷摸摸背着妈妈打电话之际离开她的视线范围。逃到小艇的两人心里还有点小兴奋，各自回家后，米库回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又忍不住的傻笑。这时电话响了，他还以为是伊莱亚斯，刚说了2句话，对方听出不是伊莱亚斯的声音，便大发脾气，质问米库跟伊莱亚斯一起多久了，随后便要求米库转告伊莱亚斯要给自己回电，然后就挂了电。电话这两人的关系似乎有些不一样，面对这通电话，米库有些不知所措，他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迷茫之际，米库正巧收到了伊莱亚斯约他到海边见面的信息，米库开开心心的去了。此时的米库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动心了，带着一丝醋意，米库告诉伊莱亚斯有人打电话找他，伊莱亚斯却满不在乎，拉着米库脱光光跑进海里玩水。两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开心的戏弄，哄着对方。这时伊莱亚斯的姐姐辛尼来到岸边跟他们打招呼，看着这对激情满满又可爱的兄弟，辛尼忍不住开起玩笑，把两人的衣服、鞋袜都拿走了。开心的打闹间，伊莱亚斯忽然觉得米库实在是太纯情了，酒精清醒的他深深的被米库吸引住，忍不住主动亲上米库，然后还没等米库反应过来便溜了。回到沙滩上，发现没了衣服、鞋袜，两人只能赤身裸体的走在树林里。阳光照下来，透过树叶落在两人的脸上，他们的笑容不止，慢慢的两手互相交缠，感受着对方手心的温度。这一刻不管看什么都是阳光满满的。伊莱亚斯问米库对自己的感觉，而米库说他是个很随性的人，并没有那么多顾虑，只要想到什么就会立刻去做。这时候伊莱亚斯要求米库像在海边那样吻自己，但如果米库不想，两人也可以只做朋友。迷茫的米库还是不确定自己的心意，他不敢在伊莱亚斯面前承认自己的感情，不知道对的人会是怎么样的人。他曾被霸凌过，不想再受到这种伤害，平平淡淡的日子才是他想要的。之后米库和伊莱亚斯又来，当他们再一次来到酒吧喝酒，辛尼跟人起了争执，情急之下米库出手打了对方，眼看闯了祸，两人赶紧溜之大吉，气喘吁吁间跑到森林里。伊莱亚斯这才发现眼前这个内敛的小伙内心居然是个猛男，不由得兴奋起来，两人开始热吻连连。幽静的小木屋里很安静，很暧昧，两人各自褪去衣服。伊莱亚斯的主动让米库毫无招架之力，他们轻抚着对方年轻的肉体，使尽情享受了这一刻的欢愉。做完后，两人来到海边，相互依偎着，仿佛在这一刻天地间只剩下他们，宛如热恋中的小情侣。他们看着远处的大海，听着海浪声，如同内心的荡漾。如果时间可以在现在停住，该多好。可当两人回到伊莱亚斯家中时，米库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。米库看着这个熟悉的号码，问伊莱亚斯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伊莱亚斯只好坦白来电的人是他的前男友，两人几周前分了手，感情的是合则来，不合则分，这很正常。米库却还是不停地追问伊莱亚斯，刚刚分手就和自己在一起，这一切不会发展得太快吗？难道自己是伊莱亚斯的备胎？但伊莱亚斯并不想回答他，并亲上了米库的嘴。为了安抚眼前这个男孩，伊莱亚斯选择在床上解决问题。在门外听着两人对话的伊莱亚斯妈妈一直对儿子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她并没有过多地干涉两人，而是十分开明地把安全套递给米库，借口要去买东西，把地方和时间留给年轻人。可是安抚过后，问题还是存在，一切并没有得到解决。面对喋喋不休的米库，本来就暴躁的伊莱亚斯实在受不了了。性格浪荡的他来这里只是度假，只是随便找人玩玩的，没想过要认真，
没想过要跟谁发生一段感情，抽烟、做爱、喝到烂醉，但是他每天的生活面对这个渣男，米库也没有想要放弃，只好建议两人保持恋情，在夏天结束的时候再分手。只是面对这个时常阴晴不定的恋人，米库感到有些失望，他把手机物归原主了。郁闷之下，米库拿家人的手机给哥哥打了个电话，想让哥哥来陪自己。米库向哥哥坦白了自己是同志的事情，而他的哥哥总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一直骗着家里人自己去了非洲做义工，其实只是在汽修厂工作，现在还因为打架被解雇了。但面对弟弟，赛布还是很关心，觉得弟弟还挺酷，能把这事说出来是很需要勇气的。得到哥哥的鼓励，米库的心情也变好了一些。这天天气很好，米库爸爸想跟妈妈出去走走，但妈妈要忙工作，不愿意去，爸爸只好叫醒儿子来一起吃早餐。看着热热闹闹的一家人，米库终于下定决心，向父母坦白了自己是同志的事情。妈妈呆住了一会儿，激动地哭了起来。她其实早在电脑历史记录上发现过浏览同性小黄片的痕迹，加上自己不管怎么修身，怎么素体，丈夫都对自己完全没有兴趣。她还一直苦恼丈夫很有可能是同性恋，一直不知道怎么办。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，家里的同志是儿子，丈夫只是一直有嗜睡症。关于夫妻俩的性生活不和也是一场误会，她实在是太高兴了。终于解开误会的爸爸妈妈为了让米库自己冷静冷静，决定到另一个镇上去。米库一个人在森林里走着，他忍不住喊出了压抑已久的情绪，伤心的落了泪。第一次承认自己是同志，第一次爱人却遇上伊莱亚斯。他并没有把自己当回事，尽管两人有过愉快的见经历，却没有未来。他已经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他的爱是那么的纯粹，可伊莱亚斯却一点也不在乎。宣泄过后，他还是选择来找伊莱亚斯。伊莱亚斯的爸爸出了轨，被妈妈赶出了家门，经济拘谨。而伊莱亚斯妈妈伤心之余，只能把这里的小木屋卖了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所以不久后，伊莱亚斯就会搬走，两人决定在一起度过仅剩不多的温存时间。经过一晚难得的思考，伊莱亚斯在米库面前承认自己是个渣男，跟前任在一起2年后，年轻气盛，觉得跟对方没有感觉了，便不再联系，直接人间蒸发了。现在他决定要去找前任说清楚。米库表示自己会等他回来一起过完这个夏天，两人还会有很多欢乐的时光。可惜在刺眼的阳光下，他并不能真实的了解伊莱亚斯的心思。伊莱亚斯离开后，米库总到森林里看着天空，看着远方，却什么也看不到，树叶纷纷落下。而故事的最后，米库还是没有等到伊莱亚斯的归来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看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关注哦。